对我们做工应该可以拿冠军，我们喜欢做工啊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跳舞一定会，也是睡觉也是可以。sleeping 啦，eating also maybe。我们可以拿冠军，给他输。I think 睡觉可以耶，睡觉可以，很有 confidence。可以可以。我觉得朋友都学得挺多的。啊。前线开讲这一季播出的时候呢，我们应该是处于这个奥运的期间啊，所以我们今天请来了2位体坛上非常重量级的人物。我是18岁进入国家队的，所以我打了到31岁，大概13年的职业生涯。对，我有打过职业队，就是叫 Singapore Slingers 嘛，所以我在那里打了5年。我有关注你，那时候我在看比赛的时候，有时候就没有看到你了。那时候我已经应该算是什么比赛都去过了，SEA Games 就是打了职业队，都去完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得再进步了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要选出一个决定去演戏吧。我想问梁权啊，因为我不打篮球嘛，对，就是因为你是篮球爱好者，进国家队是个很难的事情嘛，或者你有没有想过说也要走体育这条路？当然有想，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，想要往体育这方面，代表可能国家去参赛，觉得说在学校方面至少我的那个就是表现还蛮不错的。后来是因为我不想，我不想拖累国家队。之后真的是会发现说需要注入很多的时间跟精力，虽然身体条件当时算是还 OK， 但是父母还是主要要我专注在学业多一点。到了桃李这边，你算是世家对不对？游泳世家。对，我爸爸妈妈其实都是在湖北的一个就是总教练和教练，所以我算是从小就是耳濡目染。然后我从小也是很喜欢游泳，然后呢，等到我妈妈就觉得说我可能在游泳方面没有什么发展前途，然后就想让我来读书，然后我就来到新加坡读双语，她就觉得如果没有游出来，因为体育永远都是一个 gamble， 对吧？所以他觉得反正你游不出来，你还可以读书，你还可以有英文的一个背景，还可以去工作以后，然后来了以后，所以就破了所有新加坡的 local 的记录。那我问一下，就是蛙泳这个里面100米，现在新加坡的记录是多少？男的可能要59 1分59秒，对，100米，差不多了吧？你可能是1分59，这样起来没有礼貌。就是我们俱乐部10岁的小孩子都在1分。1分？算了，不打击你，没有，1分20多吧，可能1分30这种。所以你蛙泳的时间是多少？2分15秒，2分钟我们游2圈了。聊这个。真的很多人可能觉得说，运动明星啊，会不会就是很光鲜亮丽啦？很多人我觉得很好奇，国家队的运动员能够就是赚得到钱吗？其实国手，你要说篮球，我们以篮球，一个国手是赚不到钱的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们都是买一个练习，一个练习多少钱，一次练习多久？一个练习3个小时，3个小时，然后可以透露每一次练习一个练习的钱不够你吃1顿晚餐。你吃的是什么？可能你吃的是高级酒店。我敢说你可以点可能2个 McDonald 都不够。啊？这不合理哎！而且我想说的是，10年前的那个 training fee，跟我10年后的 training fee 一模一样。现在可能有比较改变一点了，因为现在还有一些 Active SG 这些的投资的 sponsor 这些进来。你看，你们都算是走过职业的生涯的。对，我们把一个东西形容为职业，就是它一定有一个我们认为的月薪啊。对，你没有月薪，你怎么能成为一个职业呢？国家队是国家队，职业队是职业队。哦，还不一样。当然你在职业队你有月薪，可是如果你单单只打国家队的话，只有一个 allowance 而已。哦，那其实打职业队也 OK 啊，也是有月薪啊，收入应该也不错吧？也过得去了，
可是如果你是说你要结婚有孩子的话，就可能是不够了。我们可能跟他们不太一样，就是我们可能以前我觉得在你讲说10多年前，我们也是没有钱的，就是可能最多的就是给你 allowance， 就是比方说你吃饭，因为我是在体育学校里面成长起来的，所以就是吃然后训练其实都在里面的，然后我是拿奖学金进去的，所以基本上就没有花什么太多的部分，但是不像他们在外面可能就要吃，然后后来我毕业了以后出来，那个时候我就踏上比较好的年代，可能小学的时候我记得。就是完全没有钱的我，就是新加坡游泳这个项目是完全没有一个职业这么一说的，全部都是业余。所以它就像是一个兴趣爱好这样培养。也对，所以永远其实不是像我们所看到，觉得你是走专业的，好像怎么样，就好像我们会看到报纸上面有 Joseph Schooling 那些报道说，哎，我卖房子，我为我的儿子去追求他的游泳梦，都是前期是家长投入，等到你有一定的成绩了以后，那国家才会再介入进来说，哎，我们可以支持你 certain， 就是一部分。不是说全部都是会支持你的，所以你前期一定是你自己付出的。那个时候也还没有工资，还没有我们所谓的这个 spec tax， 对，就是一定是靠自己的。spec tax 是什么？是一种就是奖学金一样的这种东西。对。所以你们的是怎么样？是每个月都领吗？对，是我们是分级别，然后每一年他会给你 review，就是重新的再看你有没有达到级别。所以其实并不容易，就是比方说你的吃，然后还有车费，然后去国外有经费，就是你要去国外练习会有经费给你，是国家给的这个经费。对你全部都要申报，也不见得全部都批。那如果你是拿世界冠军，那肯定就是可能就都报了，对，机会比较大一点。景洪他刚说的那个 sport tag， 对，有篮球也是有吗？有比赛前2个月我才有，因为那2个月要靠近比赛了嘛，所以练习会比较多，所以他才让我们算是一个全职的篮球员。哎，有没有觉得你们的工作比较好？哎，坐在 icon 下面，哎，我突然觉得真的是，什么 icon？ 我们有去日晒雨淋的好吗？现在快 Q 我们的画面，3个小时100公里啊！不过是一个挂本的，就像个屎一样。哇！哦。是 any sports athlete, any names？ 他讲的是 any？ 不知道哎，其实。罗金友啊。In Singapore, Joseph Schooling。badminton 的，Terry Jessica， 丹，还有尤佳明哦。应该就是夸吧，经文的夸 family。Shanti Pereira。Joseph Schooling。守护大概愿意让他成为一个运动员。运动我运动的时候流很多汗，很热，我的脚也是很酸，手很酸，全身很酸。20 minutes later， 还要来 skip school to 去 attend training。然后我觉得，如果我 skip school， 等一下我的成绩，对，不愿意啊，因为badminton的钱很少。然后现在新加坡 education system 让我们读书，then 去 uni， 然后去一个比较多薪水的一个工作啦，也做不了了。暂时应该还不行吗？不过我鼓励我的侄儿去打篮球，他已经在校队了。听说来很难赚吃或者？不会啦，我觉得最要是要追求自己的梦想，敢敢的前进。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为国争光哎，可是其实也还好了，就是。也不是说特别的糟糕，因为首先你不是为了钱而去做这件事情，是你要一定明白你的初衷是什么。对，你不是说我为了钱而做这件事情，那没有人会愿意去做这个这么辛苦又没有一个就是看不到的东西。但是你的梦想是我要站在领奖台上，我要为国争光，我要怎么样？我游得好了，那我会有 bonus。你要这样想，有热忱。对。你其他的队员都在干嘛？现在？因为都应该也是退役，有些在就是开学院，像他一样开学院，但有些就做保险啊，卖房地产啊。如果我们从国家队出来都28、27、28岁了，所以你只能找那些比较时间自由的，对时间自由的东西。真的是。你会觉得我们本地的运动员是所谓的 one hit wonder？
就是昙花一现，或者是他们的就很难一直维持在，可能一直拿到非常好的成绩，或者是可能很久才会出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运动员。那个叫昙花一现，还有的是谈都没有谈就信了，是不是？就是有很多其实你看到的冠军，我觉得都是踩在几百万个人的下面，他才出一个冠军。当然，所有的国家都是一样，不是新加坡而已，对吧？所以冠军就只有那么一个，所以要出来、要游出来或者要打出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所有运动员都是这样，我已经拿到了亚洲冠军，我拿到了世界冠军，下一个目标是什么？那这个你已经拿到了以后，而且你付出的其实是要加倍原来的辛苦，你才能够有突破的。那0.1、0.2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，不是说啊我一眨眼好像就可能是0.01，但是0.01可能让你排位就一个甚至2个在里面，所以是非常非常竞争是非常激烈的。所有的运动员他都不可能是昙花一现。以 schooling 为例子，因为大家看到的昙花一现是你给他的标准，你让他游到奥运会冠军，你觉得他是昙花一现，那他游的前3年的成绩呢？他16岁他出来，然后他游到了亚运会冠军，他又下一年在可能15年还是一几年的时候，他拿到世界冠军，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去成长的，他并不是昙花一现。那我想问，为什么羽毛球总是林丹、李宗伟？那你说不是？那你说人家就是每次都运气这么好吗？他不是，我说了运气要加实力，也不林丹也不是场场都冠军啊，他只是长期冠军，他不是场场冠军，但是有区别的，对不对？他也有失手的嘛。对啊，对，运动员他你不是不可能就是一直是降，他一定是有降，然后瓶颈，然后可能下可能上，但是上也不会特别的多了已经。所以他们应该说是比较那个对比例 consistency， 对 OK。哎，我想问个问题啊，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，如果说在经济上啊，就是有关部门当局再投入一点，我们新加坡的某些体育的成绩会更好呢？不见得就是花了更多的钱你就能出成绩，这个好像就是一个赌博。你小时候好，不见得你长大好；你长大了好，不见得你小时候就是冠军，不一定的。这种东西就是一路以来你每一天的小小的积累，而成就你的未来，不是说你我给你钱了你就能成就，那不是，那是商人，那个不是运动。我同意他说法，因为我觉得，你给他再多钱，可是他的想法不一样，他长大的想法不一样，他也不会 perform 好，也是会影响他的成绩的嘛。可是当然有多一点资助，当然是会让人家更有那个 motivation 动力去做他要做的事情。对，是不是从你们自打一入行开始就已经做好了准备？我要有人生的 Plan B。没有我是没有了，没有，我觉得是看个人，因为我也有我的 senior 他们就很早就不打了，就是因为有工作有家庭，他们就不打了。比如说你的父母会说，哎，你打篮球，但请问你30岁之后怎么办？每天我父母到现在还在说这句话，对，妈妈每天都跟我说，你打了一身伤回来，你拿到什么啊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新加坡普遍的问题，其实现在并不是它只是篮球，所有的体育都是一样，任何人都看不到未来，所以他就不会做这件事情。比方说你读书，你可以看得到未来，我起码我以后做个admin啊，或者是做个什么工作，办公室啊，我还可以有份工作。但是如果我搞体育，我可能就没有未来。其实没有啊，我们现在总理不是也推荐技术嘛，就是要有一技之长。因为我有了之前的这种基础，那我现在在开我游泳俱乐部的时候，我才能把我的技能往下再教。因为我开我的那些队友开篮球学院都做得不错，因为他们都有一些背景的成绩嘛。就是我肯定是先读书，然后我想以后我游好了，我一定是想开一间游泳学校。我喜欢这一行，我觉得做什么都要喜欢。就像我做运动，我游泳也是一样，不是家长去逼着我，哎呀，我每天背着游泳包，多么痛苦，6个小时，然后是那种不间断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但是你一定要喜欢，然后你能从中找到你最重要的就是可能价值感，因为我读书不是说像我游泳这样特别的好，然后读书呢好的人太多了，然后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价值感，所以这个时候，来你游泳好，每个人都表扬你啊，然后你可以站在那个什么 hall 里面啊，然后就说你哎这个他拿到什么什么冠军，然后我们学校里面还发表奖状，哎，这个时候是一种自信感，
是吧？是找到这种的存在感。你可以说一下你们游泳的那个训练的辛苦吗？你刚才说每天练6个小时啊？就是真正的就是一个人，然后对着游泳池，每天就看到那个。所以我说我不可以理解他们的训练。就是这种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你很累的时候，你爬个楼梯爬到20楼，然后你气喘吁吁的时候，你说我要休息一会儿，我再开始。可是游泳没有啊，你到了边以后你就气喘吁吁，然后马上教练说准备走，你还又要这个气喘吁吁再来一回，就是这种。然后你就一直2个钟头就是这样，然后你中午去吃个饭休息，然后下午再来这气喘吁吁再来一回，然后之前呢你还要做力量训练。我们1个星期练6天的力量训练。对。3天是核心力量，3天是大力量。哎呦，真的不容易。但是吃方面呢，他们有让你比较有成绩了以后，他就会配营养师给你，有按摩师，有科研的，然后就是有各种的一个团队。我自己本身有团队，因为我有经费，我有0812的经费，所以那个时候在钱上面来讲，其实我不是特别的愁，因为我们是准备奥运会，然后奥运会我们是要拿前8名的水平，所以可能这个经费对于我来讲就有额外的。所以我们就没有宽裕一点。对。然后你呢？篮球？我们比赛之前的2个月可能就会练到5到6天也是。不过比赛2个月之前可能最少也要3、4次吧，1个礼拜。跟你们聊完之后，我突然有个感慨，就是我也想跟很多观众说，就是我们不能要求人家又出成绩，然后我们又没有给人家很好的一个待遇，相较于其他国家。然后我们还没有给人家一个 Plan B。我觉得是这样子说，就是从小你练体育是锻炼你的精神，你的坚持的一个过程。这你体育是一个，直到可能到30岁，我们说到30岁，那还有后半生呢。你不可能靠体育去吃一辈子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练习了你的心智，你的就是心理的承受的压力的能力，让我们。我觉得体育是在教会我们成长。对，景彤呢？你觉得说，如果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，也是对于篮球、对于游泳有兴趣，想要加入这一行，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？我会建议你喜欢做什么就去做啊。运动是让你自己提炼自己的 character 的，就很像他说，我在篮球我学会真的很多东西，就怎样一起。跟其他人合作，teamwork，然后我怎么比 discipline，很像我们练习，我们不能迟到，这个是很多人都不会了解的东西。很像我们练习，可能8点要练习，我们7点就要到球场了，因为我们很多 preparation 的东西。如果今天有一个选择，是现在新加坡做运动员要职业化，比如说有薪水，有这个那个的，你们觉得他对于一个运动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我觉得新加坡的模式，我自己本身就谈自己本身，我是很喜欢的。但我虽然觉得很辛苦，但是我觉得，你看我完了以后，我有读书，所以我可以开自己俱乐部，然后我可以跟人们交流，然后知道怎么样的商业模式。我有从读书当中学习到管理啊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等到你如果做完了体育再去读书，那好几年。对。那景洪呢？你期待篮球职业化吗？其实你是说，如果在新加坡的话，真的很难啊，真的很难，因为环境啊，新加坡的生活费真的是太高，除非你跟我说你可以像NBA 他们球员这样，你又有 endorsement， 你又有月薪，你就不用去管这么多了嘛。但是你要面对退役后的压力啊。可是你会存一笔钱啊。可是你可以给新加坡的球员多少？是一个问题啊。所以梅西为什么一直踢？可能也是因为赞助费高。赞助费高，可是如果我是一个从小打职业的，我一定会有存到一笔钱的嘛。因为我未来我没有这么担心，我可以专注在一个职业上，我后面我再来去做规划。可是我们新加坡人不一样，我们都会think ahead。所以他会想，学业这些是比较重要的东西。现在因为我觉得政府都比较支持在运动上了 ，OK， 环境已经比较好了。陶妮呢，对于接下来的很多我们的小飞鱼们，如果自己有这个时间，还有自己有这个实力，然后自己也愿意付出辛苦，还是可以就是追逐梦想。我觉得人生嘛，反正都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的一个过程当中。如果能实现，当然最好；不能实现，
那么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。我觉得就像景洪一开始说的，其实无论是篮球比赛或者什么体育运动，我们当然要有体育的角度去看。不过我觉得不妨把它当做一个观赏性的比赛，因为你们有竞技，也有很多观赏性。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次的奥运会上，我们的新加坡奥运健儿们，无论是什么项目，都可以拿到令他们满意的成绩，好不好？今天非常感谢到两位，景洪还有陶礼，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谢谢。是的，想要收看我们的前线开讲的更多视频，可以上我们的巴世界的网站或者是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哦。那个现在我30多岁还能努力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来加入我，我把你带出来。我会继续在打篮球，是因为我现在有去外面打篮球还是什么，在街上都有人会认得你是一个篮球员。人很多小孩子说：“哎，你是那个打过国家队的那个球员吗？”什么这些会让你有一个动力度，不要放弃这个运动，因为就代表很多人在以你的那个 path 前进，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动力，让我继续打篮球。我觉得我们身为新加坡人，有一些我们国际赛事或者是本地赛事，有人家来比赛等等，至少你会去看。我觉得基本就是给予关注，只要有关注度、有眼球了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的可能你说国家队啊什么啊，不管是在资源方面也好，或者是在关注度方面也好，都会有更好的一些发展跟那个曝光率了。